快看我们的三皇子，快成年了还没觉醒魔力，简直是皇室的奇耻大辱。听见了吗，我的废物弟弟？你连下等仆人都不如，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？你说够了吗？竟敢用这种眼神看我！住手！父皇息怒。李昂，你可知罪？我不知何罪之有。毫无魔法天赋，这就是你最大的罪过。神罚之年即将降临，帝国绝不养无用之人。落后的维魔理论，朕今日剥夺你的皇权，终于要滚出帝都了。封你为罪恶岭公爵，明日即刻启程就藩。竟然是罪恶岭，那可是受诅咒的死地，去了绝对活不过3天。儿臣领旨。真是个毫无价值的弃子。魔法的时代该结束了。废物，给我站住！跑这么快去投胎吗？也是，罪恶岭就是地狱。哈哈哈哈哈！追出来就为了说废话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现在连条狗都不如。去了那里就乖乖等死吧。死地，那是你们的认知，很快你们就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力量。少在这故弄玄虚，一个毫无魔力的废物，还能翻出什么浪花？哼！替我转告那位皇帝，失去的我会亲手拿回来。我倒要看你怎么死！李昂殿下，请随我们走一趟吧。陛下有令让您即刻启程。把你的破铜烂铁拿开！我说了，我要去见我的母亲。只有10分钟，时间一到，必须上路。母亲，我来看您了。小昂，你告诉母亲，去罪恶岭这不是真的。废除皇权的诏书已经下了，是真的。你会死在那里的。你快去找你外公，他可是帝国的大侯爵，他一定能求陛下收回成命。哼，别傻了，母亲。外公早就不认我这个外孙，我是个没有魔力的废人，家族只会将我当成最大的耻辱。都是我不好，没能给你尊贵的魔法天赋。母亲不必自责，魔法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。拿着，快贴身收好。这是什么？整整3000金币，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了。到了那边多打点些关系，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。我收下了。殿下，时间到了，马车已经在等您上路了。母亲多保重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。失去的我会亲手10倍拿回。愿诸神保佑我的孩子。高高在上的魔法师们准备颤抖吧。多亏了那个见钱眼开的魔法铁匠，敌阶的塑形咒语确实好用，省去了我手搓重压机的麻烦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马上就要进入无主荒野了，当心被狂暴野兽叼了去。重量和重心都刚刚好，无烟火药的配比很完美。虽然雷管底火提存有些杂质，但穿透那些法师的魔法护盾简直易如反掌。殿下，我们到了。前方就是被神明遗弃的罪恶岭，一片连低级魔兽都无法存活的死地。您要在这种地方度过余生了。你们简直蠢得可怜。殿下，您在发什么疯？
别白费力气了，这里连一块下级魔晶都挖不出来。找到了，真的是高纯度无烟煤。煤？那是什么破石头？这是能够驱动整个世界的血液，比你们那些华而不实的魔晶强大10000倍。石油的味道，大自然最完美的馈赠。好臭的恶魔之血！殿下，我们必须赶在天黑前入城。荒野的夜晚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不可能！明明没有火系魔法变动。旧时代的魔法该落幕了。从今天起，钢铁与火焰将统治这片废土。走，去我的领地看看。全军戒备，滚开！都离远点儿！谁敢靠近，杀无赦！多么完美的廉价劳动力！收起武器，别像个受惊的娘们儿。殿下，他们会撕了我们的。他们要的是钱和食物，不是命。这是公爵府，简直比帝都的贫民窟还破。一个完美的地方，就在这里安营扎寨。殿下，这里根本没法住人，这里完全不设防，那些暴民随时会冲进来。我们还是先退到城外扎营吧。就在这里安营扎寨。您这是在找死！闭嘴，执行命令。公爵大人，外面的暴徒清理干净了。说正事。领地目前人口180万，但一大半都在饿肚。公爵府库房只剩1000金币。1000金币，连我帝都的马车都买不到。大人息怒，这已经是7年的税收了。除了这些破铜烂铁，领地里还有什么资源？只有废土、黑水，还有大量的火山灰和破石头。火山灰？你确定储量很大？到处都是，但那玩意儿有毒，种不了庄稼。天助我也！水泥的原料有了。莱恩，马上给我找40个工人，我要建厂，烧制一种新材料。大人，平民们连饭都吃不上，没人有体力干活的。每天20个铜棉，而且管饱。20铜棉还管饱？这比下矿的报酬还要高1倍啊！我不差钱，但我只要最听话、最拼命的人。把消息贴出去，把动静闹大。都安静，听我说，公爵大人颁布新政：第一，从即日起，全领地免税3年。免税3年？神命显灵了，我们不用饿死了。第二，公爵府招募做工学徒，每天20铜币，包3顿饱饭。钱和粮食我给足了你，但我的规矩你们也得守。我要你们对着光明神发誓，工厂里看到的一切绝不外泄半个字，违背者全家连结，死无全尸。我等对着光明神发誓，绝不背叛公爵大人。莱安，带他们去厂房开工。免税，高薪建厂，这个废物皇子还真想翻天不成？得赶紧把这消息报告给商会。滚出去！我不接待没有魔力的废人。我不是来买垃圾的。纯金，按这个的图纸做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没有魔能传导路线，甚至连个初级聚能法阵都没有。一堆破管子和弹簧，我不打这种毫无灵魂的废铁。你的眼界也就只有这间破屋子了。看到馆主内侧的螺旋纹理了吗？这纹理有什么用？它叫膛线，能让弹头高速旋转，撕裂任何护盾。不靠魔法，仅凭物理结构。收起你那可笑的魔法偏见。我要你用金属塑形魔法，不是去附魔，而是按照图纸精准倒模，误差不能超过1根头发丝。精确到这种地步，这结构太精妙了，简直是天才的构想。这活儿我接了。
魔晶驱动代替蒸汽动力，效率还算不错。弹药储备勉强够用了。老伙计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连一丝魔法波动都没有，这废物皇子果然在做无用功。时代变了。这是什么怪物发出的动静？兽人号角，看来有人迫不及待想送死了。大清早把我们叫来干嘛？说是招募护卫，一天给20铜币呢。那个被流放的废柴皇子，他拿得出钱吗？全都闭嘴，站好！你们太弱了，就凭你们这副骨架，连兽人的一锤子都扛不住。领主大人，我们又没有魔力。对啊，平民怎么可能打得过兽人？遇到兽人，逃命才是正常的吧？在我这里没有退路。昨晚的兽人号角，你们应该都听到。安静，听领主大人训话。魔法旧规矩救不了你，但我能。我要的不是炮灰，是能绝对服从命令的军人。大人，当您的兵能吃饱饭吗？威廉，你快饿疯了吧？不仅能吃饱，只要活过我的训练，顿顿有肉，按月发军饷。别高兴得太早。第一项考核，10公里负重长跑。10公里还要负重，这会跑死人的！我们都没吃早饭。每人背上一袋沙腿，立刻出发。跑不到终点的，直接滚蛋！我跑。我不行了，我的腿像灌了铅，这简直是地狱。体能差到极点，但意志力才是甄别的关键。还有最后2公里，倒下的人失去资格。我不干了，那点钱不值得把命支上。不能停，家里还有妹妹等着吃饭。站不起来就滚回贫民窟等死。我不能死，我要吃饭。时间到，你们被淘汰了，去领20个铜币，滚出我的视线。大人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我们只是一时没挺住。战场上，敌人不会给你们第2次机会，滚！现在，祝贺你们活过了第1轮。大人，我们过关了，可以吃饭了吗？吃饭？早得很。所有人立刻给我站起来，双腿并拢，收腹挺胸，双眼平视前方，这叫军脏。我要你们在这里站2个小时。站着不动，可是我们已经动一下就淘汰，连站都站不稳，怎么拿枪？极限就是用来打破的，撑不住就跪下求饶。把他们拖下去，淘汰。说好的2个小时，为什么还不结束？领主大人竟然陪我们站着，他可是高高在上的皇子啊！皇子都能撑住，我凭什么倒下？时间到，全体都有，稍息。5小时极限军资，你们活下来了。大人，我们没有被淘汰吧？从现在起，你们不再是任人践踏的流民，你们是我大燕公国的第1批军人。大
大人，我们能打败兽人吗？旧贵族把你们当炮灰，但我会教你们杀戮。只要服从命令，我保证你们战无不胜。全体起立，排好队。现在去迎接你们的战利品。目标：公爵府食堂。光明神在上，这是幻觉吗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肉。4荤4素，白面馒头管饱，前提是必须把拿的食物全部吃完。领主大人有令，开饭！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我错了，请您责罚。我给的规矩，不许浪费，也不许私藏。大人，我妹妹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我想带回去给她留一口活命的粮。军人不该为家人的温饱发愁。我说过，当我的兵，顿顿有肉。这是你们每人半个月的军饷，2枚银币。2枚银币，提前发。拿了我的钱，吃了我的饭，这条命就是我的。哪怕前面是巨龙，我也要你们端着枪冲锋。我威廉·艾格尔对光明神发誓，愿为领主大人赴死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愿为领主大人赴死。领主大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给老子砸！什么狗屁领主，敢断我们财路！大人，是领地商会那帮贪官的白手套。来得正好，刚磨好的刀，总得见见血。大圣！废物！大敌当前，还在护着一口吃的！退下！不要踩！我妹妹还在等这些救命，我怕我战死了，她就再也吃不到了。我承诺过，你的家人不会饿死。你立刻驾马车去贫民窟，把这些连同他的军饷送到他家。是，大人，我这就去。领主大人，从今往后，我的灵魂都属于您。好，那就用敌人的血来证明。全员跟上，去军械库。大人，这是烧火棍，没有魔力波动，连法杖都不如。哼，这是能粉碎旧世界的真理。不需要高贵的魔法天赋，只要轻轻扣动它，哪怕是高阶法师也会被瞬间爆头。上前，领枪。这就是我赐予你们的獠牙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大炎第1热武卫队。誓死效忠领主！把那个废物皇子给我交出来！第1条军规：反公爵威严者，格杀勿论。杀死了！我竟然杀了有魔力底子的恶霸！这就是科技的威力，在绝对的火力面前，魔力混沌不过是个笑话。把尸体挂到城门上，告诉所有人，这就是挑衅大炎公国的下场。怪物！他们手里有怪物！快逃命啊！干得不错，威廉，你没有辜负这把枪。为了领主大人，我的枪只为您而鸣。公爵大人仁慈，今日正式建军，特发军饷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不再是受人欺凌的贱民，你们是我大炎最锐利的獠牙，每个月5枚银币，顿顿都有肉吃。5枚银变啊！我们在矿场干1年也赚不到啊！威廉，出列。大人，这沉甸甸的恩情，我弟弟妹妹终于不用啃发霉的树皮了，他们能活下去了。去吧，把属于你的荣耀带回家。
2个小时后，我要看到你们穿上军装站在这里。您的意志就是我的生命。莱恩，工厂的招工情况如何？大人，只要给口饭吃，流民们命都可以不要，人已经招满了，但商会那边出大麻烦了。意料之中，去书房说。大人，我们制出的白糖，商会1两都不收。3大家族放话了，谁敢买公爵府的货，就让他彻底消失。他们垄断了所有的商道，连精灵帝国的行商都被他们暴力拦截了。我们高价雇佣工人，每天开销极大。他们这是想用经济封锁，活活饿死我们啊！啊，饿死我？就凭这群坐井观天的蠢货？莱恩，过来看看这是什么？原谅我的无知，这看起来像一堆废铁零件。这是内燃剂，能够提供比几百匹马还要强大的动力。这是缝纫机，一台机器一天能做出1000件衣服。魔法师需要10几年的冥想才能施展低级法术，而我的机器只要给足燃料，就能不知疲倦的永远运转。枪炮能保命，但工业生产力才是粉碎魔法旧战局的根本。哼，我要用海量的廉价商品彻底冲垮他们的市场，按图纸让矮人铁匠连夜打造零件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大人英明，您的智慧如同神迹。大人，还有一件事，矿工在开拓新煤矿时挖穿了一处地下遗迹，图案周围的坚硬岩石全都被烧成了玻璃结晶，这是魔女阵营的专属印记。这是魔女阵营的专属印记。魔女阵营，他们是被诸神诅咒的堕落者，全是由高阶法师组成的疯子团体，3大家族加起来都不敢踏入他们的领地半步。高阶法师组成的疯子，在物理学面前，一切花里胡哨的魔法都是活靶子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威廉，你没死。你去抢劫了，那是死罪啊！娘，我没有抢劫，这是公爵大人发的军饷。公爵大人，我成了国防军战士，这只是半个月的钱，以后每个月都有5枚，而且顿顿都能吃上肉。雪白的面包，我们不用饿死了，我们不用饿死了。慢点吃，娘。是领主大人救了我们，我的命以后就是他的。感谢仁慈的大人啊！火药味真是迷人。大人，水泥厂的进度如何？第一批水泥已经出炉，它的坚固程度远超青石。这就是工业的基石。商会那边有新动作了。3大家族彻底疯了，他们全面封杀了我们的白糖，所有商道都被切断了，连运送粮食的马车也被劫。想从源头饿死我们，工厂每天消耗惊人，没有进项，撑不了多久。哼，一群不知死活的旧虫子。传我的命令下去，水泥厂日夜赶工不能停。那粮食和贸易怎么办？真理只在步枪的射程内，他们不买，我就打到他们买。您的意志就是方向。老大，防守很严啊，严才说明里面有宝物。3大家族出了大价钱，要那个废柴的人头。听说他弄出了新武器，没有魔力的破铜烂铁，那水泥配方也很值钱。巡逻队来了，隐蔽。不过是群拿棍子的泥腿子，动作快，翻过去。你的命，我收下了。真是不懂规矩的废柴皇子，都快饿死了，还敢办什么晚宴？老爷，他肯定是撑不住了，今晚就是来向您摇尾乞怜的。我要让他跪着把配方交出来。这是什么护卫？
竟然连一丝魔力biến动都没有。老爷，他们看起来像是随时会杀人。哼，一群装模作样的泥腿子罢了。没有魔法，再凶狠也是一堆烂肉。走，进去看那废柴能玩出什么花样。交出所有魔法商品与防身武器。放肆！我可是商会会长。我交，我马上交。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公爵大人，您这是要破产了吗？连最便宜的低阶魔法灯都点不起。我看他连买面包的钱都没了吧？赶紧把领地交出来，我们还能赏你口饭。落后的虫子总是畏惧且无知。废柴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所有的商道都已经被我们封死，你以为靠几根破铁棍就能翻盘吗？是吗？莱恩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文明。这是什么高阶光心魔法？没有魔力波动，这不可能！这叫科技，你们这群井底之蛙。尝尝吧，这是工业的结晶。这是糖？怎么可能这么纯净？比精灵族的月亮糖还要甜100倍！神迹，这是商业的神迹啊！公爵大人，这白糖的代步权我要了，您开个价，多少金币我都出。你刚才不是说要断我的财路吗？那都是误会，钱能摆平一切，钱能摆平一切。可惜，我不缺你们这群垃圾的钱。公爵大人，白糖的代理权给我如何？魔女是十只魔女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来分一杯羹？我出的价他们给不起，不仅是钱，还能买你在这场神眠之年里活下去的命。威胁我，你选错人了，你选错人了。这就是你的底气吗？毫无魔力的烧火棍。你可以试试它的威力，看看是你的魔法快，还是我的子弹快。别这么紧张嘛，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。你的诚意值多少钱？1斤白糖6个银币，这个价格没人给得起。成交，以后这生意就是你的了，公爵大人，恭喜您，恭喜您！公爵大人，恭喜您！为了支持领地建设，商会愿意捐款1万金币。对，我们愿意捐款。大人的领地需要发展，我们也愿意捐款。1万金币，真是大手笔。为了大人，这是应该的。为了大人，这是应该的。看来你们还是挺懂规矩的。只要大人满意就好。把金币收下。遵命，公爵大人。公爵大人，您单独留下我，是为了看我们矮人的笑话吗？笑话？不，我看到的是你们的价值。我们的价值？那些贪婪的商会人类，他们抢走了所有赚钱的代理权，我们除了打铁，什么都抢不过他们。打铁，这就足够了。我有一笔足以改变世界的大生意。大生意？大人是要我们打造重装骑士的盔甲吗？盔甲？那是落后时代的废铁。我要你们造的是这个。没有魔力水晶嵌槽，也没有雕刻任何魔法铭文。公爵大人，这块铁疙瘩能做什么？睁大眼睛看好了，这就是时代的进步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毫无半点魔力变动，这穿透力足以撕裂高阶法师的护盾。
这叫物理学，比魔法更加公平，更加致命。怎么样，有兴趣吗？这是什么精密构造？咬合的齿轮，激发弹簧，天才！这绝对是锻造之神的基作。这是步枪图纸，我需要你们矮人家族的熔炉全天候运转，成为我大炎公国的专属军火商。公爵大人，矮人一族愿将命运与您绑定，我们将用生命铸造这些神器。很好，立刻开始准备，神罚之年快到了。是的，大人。狂暴的大雪和兽潮即将吞噬一切，那就让他们来。我会用钢铁和火药碾碎所谓的灾厄。公爵大人，商会的首批定金已经全部运抵，整整10万金币，一枚不少。10万金币。这点钱在神圣帝国算不上什么，但在贫富的罪恶令，这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庞大财富。大人，那城墙的修缮工作呢？大雪将至，兽潮可不会手下留情。传统的破旧城墙挡不住兽潮，我要的不是砖块堆积的死物，我要的是能架设重型榴弹炮的钢体要塞。明白。我这就去安排工匠入住。反坦克炮对付高阶魔兽，我要让那些野兽知道，谁才是这里的主宰。大炎公国必将战无不胜。真正的工业巨兽，马上就要苏醒了。大人，前面路太脏了，会有瘟疫的，请退后。脏？我看到的都是宝贵的燃料。大人，统计结果出来了。这片危房挤了8万人，大雪一叫，他们挺不过3天。1/5的人口，帝国就是这样糟蹋资源的。大人，我们平民命贱，能为您效忠是我的福气。大人，粥厂已经全面运转，今天没有一个人冻死。这只是开始，还远远不够。有刺客，保护大人！好甜，还要大胆狂徒，放下武器！慢着，他没有武器，速度不错，简直是天生的斥候。七阶强者的威压！放开我！我的塔！妍希，你再乱跑，我就把你丢了。不要！我听话，我听话，别丢下我。这是买糖的钱，我们互不相欠。管好你的狗，别看富铜烂铁指着我。买我的命，凭你一个废柴皇子，还是凭你兜里的几块糖？凭我能让你们吃饱穿暖。贵族的施舍最让人作呕，今天给1块糖，明天就要剥我们的皮。收起你那可怜的被害妄想，看看那些干活的流民。我不信天，也不信善良，我只相信等价交换的价值。死人是创造不了价值的，他们活着，我的工厂才能运转。它的速度
是无价的情报网，而你的力量是最好的防线。我不需要努力，我需要同伴。我只想让领地的孩子们活过冬天。姐姐，他看起来不像坏人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如果你背叛承诺，欺压弱者，我会亲手把你的人冻成冰渣。很公平的条件，一言为定。大人，好消息！8门配 X40反坦克炮已经全部下线，炮兵连也完成了实弹射击训练。干得不错，立刻部署到北面城墙。兽潮数量庞大，全是低阶魔兽，一旦被他们靠近城墙，防线就会崩溃。明白。哼，双星的7阶冰系魔法是完美的控场利器，他负责将魔兽冻结在原地，然后用反坦克炮的高爆弹，把这些冰雕通通炸成肉泥。大人，这简直是单方面的屠杀！领地的最强防御体系终于建成了。外患暂缓，内忧如何了？情报局刚刚传回来的密报，商会会长梅利维斯彻底坐不住了。他暗中集结了800名重甲私兵，他们囤积了大量粮草，动作频繁，准备在第一场雪落下前武装突围。站住！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城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，敢拦我的车队！奉领主之命，全面封锁城门。领主，他算什么东西？神罚之冬马上就要降临了，连7阶强者都会死在兽潮里。他利昂想拉着所有人陪葬。我有钱，我有粮食，我能找到生路。哼，让利昂亲自来，他也拦不住我。你打算抛弃这座城市？公爵大人，良禽择木而栖，我一家老小也得活命啊！你不仅要走，还卷走了全城的救命粮，甚至抽干了商会的所有流通金币。这都是老子赚的钱，你那破玻璃的钱老子不稀罕了。让开，否则烧成灰烬！魔法的威力是你们这些废物能挡的？给我冲过去，谁拦就杀谁！魔法师大人，时代变了，蠢货！别杀我，钱都给你。人可以滚，钱和粮食留下。你这是抢劫！该死的里昂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等我到了南方，一定请高阶法师回来，我要把他剥皮抽筋。大人，他们进入伏击圈了，打扫干净，一个不留。地西有埋伏！里昂，你不得好死！大人，全部击毙，没有活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外面的毒瘤拔了，里面的也该清理了。神罚之冬才刚刚开始。大人，商会居然还藏了暗哨车队！在我面前，没有漏网之鱼。下地狱去忏悔吧。
跟你拼了！快用风息护盾挡住他们！在工业钢铁面前，魔法只是个笑话。机枪族，给他们上一课，撕碎他们！不，这是什么炼金怪物？啊！大人，这次连只苍蝇都没剩下，留下一排打扫擅场，其余人跟我回城，通知连长莱因斯特按名单清洗。今夜，罪恶之城不需要活着的叛徒。好浓烈的血腥味，令人作呕。你身为领主，大半夜去屠杀了平民。我只是清理了几只贪得无厌的硕鼠。即便他们有罪，也该交由审判庭定夺。你们人类总是如此野蛮且毫无底线。公主殿下，收起你那可笑的傲慢，在生存面前，你所谓的文明一文不值。当他们想卷走全城的救命粮食，审判庭能救人吗？当他们想卷走全城的救命粮食，审判庭能救人吗？大人，帝都潜伏的暗探拼死传回的加急密报。动作挺快，20万帝国精锐已经驻扎在北境边缘。20万大军，他们是来支援我们抵御受潮的吗？支援？威廉，你太天真了，他们是来给我们收尸的。我那位高高在上的父皇打了一手好算盘，他打算用整个罪恶之城，甚至我的命当诱饵。用我们的血肉消耗兽人主力，他好坐收渔翁之利。他想让我们和狂暴的兽潮同归于尽，想把我当作引诱野兽的弃子，那就睁大眼睛看看，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哈特斯。外面的人正在被活活冻死，你们居然还在开奢靡宴会！一群贱民的死活与我何干？生来低贱就该成为肥料，这是贵族应有的体面生活。你的体面到今天为止了，把这头肥畜给我绑起来！你们敢动我？我是帝国男爵，里昂那个废柴会遭天谴的，酒神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闭上你那散发恶臭的嘴！威廉，带人去搜查地下室。遵命，连长。冤枉啊！我是被冤枉的。天哪，这床怎么如此柔软？这铁管子里竟然散发着热度，居然没有半点魔力波动的痕迹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公主殿下，住的还习惯吗？里昂，你这里简直太神奇了，比我们精灵王宫还要温暖舒适。这是什么新型的高级魔法阵吗？这不是魔法，这叫集中供暖系统。它依靠锅炉燃烧煤炭产生热能，再通过管道将热水输送到各个煤炭，那种肮脏低变的黑石头，普通人居然能造出这种奇迹！精灵族的矿产资源可是块大肥肉。殿下如果喜欢，可以多住些时日。大燕公国随时欢迎精灵朋友。神罚之冬已经降临了，风雪封路，我暂时也回不去，只能后延在这里打扰公爵了。殿下太客气了，这可是我的荣幸。您早点休息，我还有公务处理。罪恶岭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那个废柴儿子死了没有？陛下，神罚之年已经彻底开启，极寒风暴已经席卷了整个北境，
他弄的那些不用魔力的废铁，伟大的兽潮会将异端彻底静心。毫无魔法天赋的皇室之耻，是时候发挥它最后的价值了。陛下，臣已集结20万帝国精锐。很好，绝对不能走漏风声。请陛下放心，臣已封锁所有道路，一只苍蝇也飞不进罪恶岭，更不会给他们提供任何一粒粮食。就让那小子充当吸引兽群的诱饵吧。你再率大军出击，一举收复失地。哼哼哼。哼，想拿我当探路石去喂魔兽？这群高高在上的腐朽蠢货！没有魔法又如何？我的钢铁红油足以碾碎一切旧神。既然你们想玩背叛的把戏，那就别怪我掀翻整棋盘。温斯特的20万精锐就在边界，不仅拒绝救援，还想顺势收割我。那就看看是谁收割谁。太阳没有升起，传说中的极夜降临了。没有高阶火系法师的庇护，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冻死在这里。神明彻底抛弃了罪恶岭。都给我站起来！哭泣和祈祷能驱散黑暗吗？天哪，这究竟是什么级别的魔法？不是魔法，这是领主大人的奇迹！在这个没有太阳的鬼地方，我们就用工业的齿轮自己造一个。全员上岗，所有机器满负荷运转，用钢铁和煤炭碾碎这个该死的冬天！报告领主，全城大清洗任务已完成，5大旧贵族府邸已被我们彻底镇压，反抗者已被就地正法，搜获的粮食和金币足够大军挥霍3年。这就是试图背叛大炎的下场。新式军备的列装情况怎么样？全军已集结完毕，请领主大人检阅。这才是真正的战争机器。有了这些，我们足以撕裂一切阻碍。温斯特的20万大军要在边界看戏，那我就先给他们放一场盛大的烟花。领主小心，前方有大批异常动静。真正的决战，现在才正式拉开帷幕。全军准备战斗，让这群畜生尝尝工业革命的怒火。前线的火网布置的怎么样？报告领主大人，重炮阵地已形成火力覆盖，先锋兽巢已被彻底撕成碎片。畜生终究是畜生，血肉之躯挡不住钢体的咆哮。大清洗的最终清算结果出来了。旧贵族的府邸全部查抄完毕，共计查获现银与金条150万。150万金币！是的，这群蛀虫富可敌国，他们宁愿抱着金币等死，也不肯施舍给平民半块黑面包。现在，这些钱归工业革命了，请领主大人下达指令，拿出90万金币，全面改造工业区的所有厂房。再拨30万投入军工生产，我要在10天内看到子弹堆积如山。那剩下的资金怎么处理？全部投入5年工业计划。
扩建供暖公寓，绝不能让我的工人冻死在极寒中。您的仁慈将照亮整个罪恶岭。这不是仁慈，是最高效的投资。走，去工业区看看我们的本钱。黎阳阁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公主殿下对我的城市有意见。极夜降临，万物都该休养生息，可你的工厂居然日夜不停的运转，你这是在无情榨取平民的生命！啊，这怎么是？榨取？高高在上的公主殿下，在没有这些工厂之前，他们只能在贫民窟里啃食树皮，每年冬天都有几万人被活活冻死。你看看他们手中的食物，你感受一下这街道的温度。三班岛的制度让他们拥有了活路，饥寒交迫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暴政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有魔法，凡人居然也能战胜极寒。公主殿下，这就是工业的魅力。那张会自动热的床铺很舒服。等您回国，我送您100档高科技床具。精灵王国的寒冬同样需要工业的温暖。你想用这些奇异营技诱导我们通商？双赢的合作，何乐而不为？就算你能解决温饱，可你那些没有魔力的凡人烧火锤，真的能对抗接下来毁天灭地的神凡兽潮吗？昨晚那声巨大的兽吼，兽潮前锋已经逼近领地了。你真打算靠这废木武器迎战？这上面连一丝魔力波动都没有。魔法从来都不是唯一的真理。把那把枪给我。这叫毛瑟步枪，杀人效率比法师的火球术高得多。没有魔力加持的凡铁，连低阶魔兽的皮甲都擦不破。更别提那些狂暴的巨型魔兽了。公主殿下的偏见堪深蒂固啊！只是为了造一堆烧火尊吗？领主大人，扩军计划已初步完成，新军第1团已在靶场集结完毕。很好，部队的抗寒训练如何？零下30度的极强风雪。没有一人倒下，没有一人退缩。零下30度，凡人怎么可能撑得住？所以说你们对工业一无所知。他们会活活冻成冰雕的。走吧，高贵的公主殿下，带你去见识一下脱离魔力的铁军。全体都有，向领主大人敬礼。这真的是凡人军队？他们身上真的没有半点魔力，可这股可怕的压迫感是怎么回事？纪律，绝对的铁血纪律。他们每天吃着热腾腾的肉食，穿着最保暖的工业制式冬装。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何而战。这是什么奇怪的护甲？不是皮甲，也不是锁子甲。你可以敲一敲试试。好硬，这到底是什么材质？防弹衣，内置高强度陶瓷钢叉板，不仅能挡住刀剑的全力劈砍，就算你用低阶锋刃术也切不开。给每一个凡人配备这种重甲，大燕公国的财力怎么可能支撑得起？主须官，把底牌亮出来。领主大人，弹药箱送到了。公主殿下，看好了。这就是装在这根铁管里的暗器。你可以叫它毛瑟步枪弹。现在我们每名士兵的弹药基数是整整300发， 300次攻击机会，
高阶法师的魔力也只能释放几十次魔法啊。所以说，大人，时代变了。距离揭晓他真正的毁灭力，只差扣动扳机的这一瞬。声音太大了，这种武器毫无隐蔽性可言。如果只是攻击100米的目标，我们精灵族的弓箭手闭着眼也能中。继续说。而且弓箭不会发出任何声音。若是有低阶魔力加持，精灵长弓足以精准射杀300米外的敌人。你这铁管子不仅笨重，还极其吵琴。真不明白你为何如此看重它。公主殿下的眼界太局限了。在工业机器面前，你们引以为傲的魔法和弓箭，就像孩童的玩具一样可笑。你要干什么？那里距此至少有500米远，没有高阶风系魔法加持，任何实体箭矢都不可能飞那么远。没有高阶风系魔法加持，任何实体箭矢都不可能飞那么远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叫子弹初速。整整500米，没有任何魔力波动的痕迹，纯靠物理冲击打穿了金刚标靶。在火药爆燃的推动下，凡人也能掌控超越魔法的力量。500米的绝对杀伤距离，高阶法师甚至连吟唱咒语的时间都没有，就会被这凡人武器打爆脑袋。看到了吗，公主殿下？属于魔法的垄断时代结束了。只要我能相产这些武器，就算是没有魔力天赋的农夫，也能将高高在上的贵族法师踩在脚下。卖给我，把这些武器统统卖给我！公主殿下，请注意仪态，你可是高贵的精灵王族。去他的仪态！我们3只精灵正被魔人帝国疯狂蚕食，我们的低阶法师在战场上伤亡惨重。如果有了这种能在500米外杀敌的武器，王国的边境线就能彻底守住。这可是我们大炎公国保命的底牌，造价极其昂贵，工艺无比复杂。能有多贵？你尽管开价。步枪，1枚硬币1把，附赠30发子弹，后续子弹1银云10发。这价格比实际造价翻了整整40倍。1枚金币1把？如果你觉得太贵，我们也可以。太便宜了，你简直是大慈善家。这是3000金币的汇票，先给我来3000把这种步枪。这就是地主家的傻女儿吗？唉。等等，那下面藏着的是什么？是不是比步枪更强的武器？我还可以加钱，倾家荡产也买。这叫机枪，收割生命的终极死神。快，掀开让我看看它的威力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为什么？我有的是金币。距离神罚兽潮只剩1个月了。等那些狂暴魔兽冲破防线时，你自然会看到它真正的地狱烈焰。我不能等，我现在就要看它的威力。莱茵哈特，出列。公爵大人有何指示？给公主殿下展示一下，什么是真正的金属风暴。遵命。这叫冲锋枪，用于近战压制。100米把，开火。竟然可以连续发射，这简直是收割生命的利器。有效扼程太短了，真正的死神在后面。1000米外的集群标靶，开火！这是什么怪物？这是什么怪物？哪
哪怕是高阶大地护盾，也会被金属洪流瞬间撕裂。公主殿下，感觉如何？卖给我，不管多少代价我都要。公主殿下，你太冲动了。大燕目前的产能极其有限，只要能救我的族人，任何代价我都能承受。木枪的制造工艺极其苛刻，需要最顶尖的炼钢技术。一枚金币一把，我们根本不赚钱。这完全是看在盟友的情分上。里昂阁下，您真是高洁之人，精灵一族永远铭记您的恩情。那机枪呢？哪怕10枚金币一挺，我也买。机枪的工艺更加复杂，目前连禁卫军都没有完全装备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能等了。希望罪恶岭能撑过这次神罚。公爵大人，制糖厂遇袭，是高阶敏捷型异类，外围防线已经被撕开了。通知禁卫军，跟我去抓活的。里昂阁下，这是神罚的预兆，高阶异力出现，神明发怒了，我们必须立刻设下祭坛祷告。历次神罚之年，风雪会摧毁一切，没有神明的庇护，凡人必死无疑。祷告？如果神真的存在，为何你们精灵一族年年上贡，领地却越来越小，族人沦为奴隶？这是神明的考验，是因为我们的虔诚还不够。狗屁的考验！看看外面风雪中挣扎的平民，神在哪里？神救过他们吗？如果神明真的仁慈，为什么死在冰雪里的都是无辜者？你怎么敢亵渎神明？我不信神，我只相信手中的钢铁与火药。照亮这里的不是神光，抵御风雪的不是魔法护盾，是水泥，是煤炭，是发电机。命运只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誓死追随公爵大人。走，去制糖厂看看是哪个找死的敢动我的糖。大人，目标被困在库房内，速度极快，没看清要吗？有人员伤亡吗？没有，但丢了20斤极品白糖。偷糖，这异类倒是挺会挑。里面的小毛贼听着，不管你是什么级别的怪物，在冲锋枪面前都只会变成碎肉，立刻滚出来投降！点亮探照灯，一班跟我上！在上面，好快！好软的垫子！你给我起来！放开公爵大人！该死！开火，打碎他！别开枪，都住手！糖很好吃。他跑不远的，大人要不要追？速度这么快，绝对是顶级的斥候苗子。传我的命令，明天一早，禁卫军集结。是要武力围剿他吗？不，我要亲自去见见这位老朋友。公爵大人，按照您的图纸，终于完工了。就是这铁疙瘩不用魔力，真能动？魔力，那是最不可靠的玩意儿。真正的力量来自物理法则。润滑系统确认过了吗？全部加满了极品机油。冷却却呢？那水箱也注满了，随时可以启动。大人，是不是哪里打磨的不够精细？哼，他只是需要一点耐心。天哪，他在咆哮，像巨龙一样。没有魔法阵，他居然真的活了！听见了吗？这是工业的心跳。有了它，什么神罚之冬，什么魔法护盾，都会被碾成齑粉。公爵大人，这是神迹！收起你那套神明论道。这是劳动与智慧的结晶，属于我们自己。把机器封存，准备批量生产。所有人，跟我来制图室。
看看这个。大人，这是什么新型工程车？这么大的轮子，需要多少匹马才能拉动？马？那是旧时代的淘汰品，动力来源就是你们刚才看到的柴油机。那台咆哮的铁巨兽。没错，罪恶岭一马平川。一旦兽潮结束，我们要面对的是兽人帝国的狼骑兵。狼骑兵机动性太强，我们只能被动防守。防守？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。我要组建一支全机械化的装甲机群，重型卡车运送兵力，推土机开辟道路，钢铁履带将踏平兽人的草原。在机枪与装甲面前，狼骑兵就是活宝子。大人英明，我等誓死追随。站住！这里是军事重地，让我见公爵大人，求求你们！大人，这疯丫头强闯色土物，放开她！公爵大人，救救我们！你是谁？发生了什么事？是西区的贵族老爷，他们为了抢夺过冬的煤炭，在屠杀平民。我的家人全被他们杀光了。什么？那些旧贵族竟敢反叛？很好，看来机械化部队的第一连续要先用这些蠢猪来祭旗了。公爵大人，莫妮烧得很厉害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救救他！起来，大言不行跪拜，喝下去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姐姐，我好冷。你是从西区逃出来的？是，我叫维娜，西区现在已经变成了地狱。坐下，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。今天莱布尼伯爵夫人视察工厂，一个工友因为太饿，手抖摔碎了一个花瓶，夫人竟然让人把他吊起来，活活打死。好一个莱布尼家族，好一个旧时代的残党！公爵大人，您会为我们做主吗？我保证，他们的血会流得比你们多10倍。照顾好你妹妹，外面交给我。大人，第一装甲营已集结完毕，弟兄们都听说了西区的事，群情激愤。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们立刻踏平贵族庄园。我知道了，踏平他们太便宜了，一枪崩了那些蠢猪，根本无法平息民愤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工业的齿轮已经转动，我要在神罚之冬结束后举行一场全城公审，我要当着所有平民的面处夺他们的特权，我要用法律和钢铁彻底清算这些旧势力的血债。遵命，我立刻去安排包围网。这是城墙上的最高级别警报。大人，大地在摇晃。城北方向发现魔兽，满山遍野，根本数不清。兽潮提前了。大人，探查营预测至少还有1周啊。不一样，这次不一样，全都是高阶魔兽，防线快要守不住了。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。好啊，连老天都要保那些贵族。大人，西区的叛乱怎么办？传我命令，取消西区镇压行动，所有人带上全部弹药，立刻增援北门。是。不管是旧贵族还是魔兽，敢挡我的路，统统碾碎。动作快点，再加固一层冰，弹药箱全打开，随时待命。遵命，长官。里昂，你们连魔法结界都不张开吗？魔法结界太浪费资源，而我的钢铁只需要一点火花。大人，第一装甲营已全部就位，64门反坦克炮已锁定射击猪园。干得不错。你真打算靠这些烧火棍？精灵公主，睁大眼睛看好了。
我会让你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听那动静，这次的受潮可不小啊！那个废柴皇子这回死定了，连一个正式魔法师都没有，拿什么守城？拿命填吗？等他被魔兽撕成碎片，这罪恶岭还是我们说了算。魔兽一旦进城，大家都会死的。神啊，求你大发慈悲，救救我们！大人，是10万级兽潮，全都是高阶魔兽，速度极快。怎么会这么多？完了，凡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赢的。害怕了？在绝对的火力面前，数量只是个笑话。大人，进入射程了！旧时代的怪物们，迎接工业的洗礼吧！全军开火！开火！这不可能！连高阶防御法术都能轻易撕裂。反坦克炮，给我轰碎它！大人，兽潮主力压上来了。泽剧1000米、900米、800米，跨过红线者，杀无赦。MG42机枪阵地，全面开火！来呀，你们这群畜生！大人，寒冰铭文起作用了，枪管连射3分钟都没有过热融化。魔法的唯一价值就是给工业当辅助，保持火力压制，把他们碾成肉泥。快点儿，黑线需要子弹！副射手，立刻换弹链！去死吧！给我死！打得好，别给他们喘息的机会！再送20箱燃烧弹上来！长官，他们冲到300米了！是3阶高阶魔兽群。步枪手，填补缺口！这群野兽倒是比旧贵族有种。大人，他们的数量太多了，禁卫军准备白刃战。蠢货，跟野兽拼刺刀，看清楚他们在干什么。他们爬上来了！他上来了！救命啊！禁卫军上刺刀，把这群畜生顶下去！退下！谁让你跟野兽肉搏了？喷火兵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！烧死这帮畜生！打开闸门，放汽油，点火，送他们上路。大人，防线守住了。魔力实体化，是7阶魔兽，我们完了。哼，7阶又怎样？重炮阵地，目标正前方，全口径覆盖，开炮！装填完毕，预备，
放！神啊，这是什么怪物？没有一丝魔力波动，这根本不是魔法。继续装填，绝对不要停！太可怕了！这种摧毁一切的力量，真正的拯救根本不是祈祷，是大炮，是里昂大人。退了，兽潮终于退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！你真的让人非常意外，竟然连7阶魔兽都能逼退。逼退？要不是炮弹不够，他今晚得留下。公爵大人神威，这是何等伟大的魔法呀！魔法？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这里没有一滴魔力，这是工业，是物理和化学。从今天起，收起你们的傲慢，属于魔法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。现在是铁与火的时代。内部的毒瘤也该清理了，是大清算还是继续暴兵？大人，城外魔兽已全部清理，我们的防线固若金汤。这只是一次简单的火力测试，真正的战争还没开始呢。罪恶岭的子民们，抬起你们的头，看看城外那些堆积如山的礁尸。昨晚高高在上的神明没有降下神迹，那群自命不凡的魔法师也没有施以援手。神圣帝国将这里命为罪恶岭，他们把你们当作被诅咒的垃圾，任由你们在神罚之年被野兽撕碎。但我不需要魔法，也不需要神明，我只相信钢铁的履带和轰鸣的火炮。从今天起，罪恶岭彻底成为历史，在这片废墟上将诞生一个新的国度，它的名字叫大炎公国。领主大人，这可是亵渎神明啊！帝国如果降下怒火，我们都会死的。神明？帝国？当魔兽咬断你们脖子的时候，他们在哪里？你们生来不是罪人，也没有什么诅咒，你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对生存的渴望，这是流淌着希望的血液。加入大炎，成为我工业巨轮上的齿轮，我保证你们再也不用充当魔兽的口粮。大炎的重炮将为你们轰出一个没有恐惧的明天。大哥哥，谢谢你们打跑了坏怪物。去他妈的神圣帝国，去他妈的魔法！我的命是里昂大人救的，我愿为大炎流干最后一滴血。大炎共国万岁！里昂大人万岁！大炎共国万岁！里昂大人万岁！大炎军誓死效忠大公阁下。疯了，这群贱民彻底被他洗脑了。擅自立国，这是要拉着我们一起给帝国陪葬。一群蠢货，绝不能让他掌握绝对的权力。城主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今晚就让他知道，这里到底是谁说了算。旧时代的残渣终于露出了尾巴，今晚的清洗行动就用你们的血吧，来祭旗吧。真不敢相信，就是这些钢铁造物，竟然像割麦子一样撕碎了高阶魔兽。魔法或许需要100年苦修，但工业的子弹，人人都能扣动扳机。1万支步枪，500支冲锋枪，还有10门反坦克炮和配套弹药。精灵王国愿意出2万金币买下他们。合作愉快，雷亚公主。这批武器足以粉碎魔人的防线。这笔交易将拯救无数精灵的生命，但这笔巨款，大公阁下打算如何使用？5000金币用于扩编军队，
大研的常备军将迅速扩张到1个旅，剩下的全部投入教育和基础设施。我要在这里建起一座不夜的钢铁堡垒。大研公国真的会创造奇迹。进。说吧，城主那边有什么动作？恩斯特和旧贵族们已经集结了私军，他们打算今晚趁乱袭击军械库。哼，一群不知死活的蠢货。另外，我们在搜查恩斯特的庄园时，在地下室发现了大量被折磨致死的平民，其中大多是未成年的少年。这群畜生，他们怎么敢？大公阁下，请允许我将他们送上法庭，必须要用帝国律法公开审判他们。法庭审判，那种软弱的过场留给文明社会吧。在大研的废土上不讲律法，对付这种渣子，只需要子弹和刺雕。您的意志就是大研军的子弹。传我命令，启动红色行动，全旅即刻出动，封锁内城，凡名单上之人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就地处决，一个不留。是，保证完成清洗。那恩尼特的庄园，用燃烧弹把那里烧成灰烬。去敲门。来了来了，催命啊！大半夜的。你们是谁？大研新军奉命执行清洗。狄南治决罪大恶极，今夜执行死刑判决。第一班控制外围，其余人跟我突击主楼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下贱的猪佬！我是帝国册封的贵族子爵，你们这群草民没权利抓我！死在你手里的无辜平民，这座城堡都装不下。哼，不过是些低贱的蝼蚁，死几个平民，我何罪之有？我的牙！你竟敢打我！骑士团，给我杀光这些贱民！为了子爵大人，冲锋！机枪手准备。开火，送他们下地狱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我的精锐骑士团啊！在里昂大人的废土上，只有法律的子弹才是规矩。去后院地牢搜查，把人救出来！这个畜生，真该把你千刀万剐！威廉排长、连长，出什么事了？全城旧贵族暴动了，他们集结了全部士兵，正从四面八方冲击公爵府。这群旧时代的毒瘤！上面命令我们就地设防，把俘虏扔上车送走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一班、二班，押送目标上车，其他人给我留下。快，构筑防御工事。机枪阵地设在两侧高点。排长，
敌人太多了。怕什么？我们手里拿的可是真理。里昂大人给了我们新生，今天谁敢踏过这条线，就让他们见识法律的子弹。公爵大人，战报更新。说。叛军总数超过2万，其中1万是精锐重甲骑兵，他们从4个方向包围了。还真是看得起我。面对绝境依然如此镇定吗？2万大军，1万骑兵，换作是我，也只能暂避锋芒。这可是旧势力的倾巢而出，你真的能扛住吗，小家伙？大人，外围防线随时会崩，骑兵的冲锋破坏力太强了，请您立刻进入地下堡垒。只要您安全，大研就还有希望。躲？为什么要躲？我要彻底碾碎他们的骄傲。传我的命令，命令前线，撤族主干道所有掩体。什么？撤除掩体？那可是毫无遮挡的空旷街道啊！骑兵在平地上简直不可阻挡。这家伙疯了吗？时代变了，在马克信和加特林面前，空旷的平地才是最好的屠宰场。这简直是胡闹！没有掩体怎么挡骑兵？排长，上面疯了吗？服从命令，这是军职，公爵大人自有安排。防线是空的，他们怕了，杀光这群贱民，为了旧贵族的荣耀，冲锋！长官，公爵大人连线。公爵大人，敌人已进入射程。很好，他们以为这是荣耀的冲锋，那就给他们最高规格的葬礼。听我命令，发射照明弹，让黑夜燃烧！遵命。照明弹升空。这是什么魔法？不要停，直接冲过去，碾碎他们！迎接新时代吧！全体开火，杀！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这是一场全部送下地狱！枪管过热，掩护！大人说的对，这才是真理。不好，是高阶魔法，全体隐蔽，防炮击！贱民就是贱民，在魔法面前，你们都是废铜烂铁。机枪手，填补缺口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！给我打！撤退！退到紫军庄园，依靠围墙自守。我们的骑兵不是全军覆没了吗？紫罗兰铁骑冲锋！是紫罗兰骑士，凯迪斯大公疯了吗？快逃进庄园！里昂，让我看看你的底牌。
长官，是另一支骑兵，数量太多，我们挡不住了。公爵大人，侧翼出现未知重甲骑兵，他们正清扫翻盘余孽，敌友不明。不用紧张，把枪放下。紫罗兰的徽章，他们是来帮忙的。威廉，带你的人包围庄园，剩下的交给我的火神。大人，叛军全部缩进了庄园，那里的石墙足有2米厚。他们还开启了高阶防御法阵，轻武器打不穿，强攻会死很多人。强攻？我从不做亏本买卖，2米厚的石墙根本不值一提，在真理面前，不过是一层窗户纸。参数计算完毕了吗？报告公爵，坐标已锁定。那就让他们听听大炮的说服力。榴弹炮群，开火！装填高爆弹，快！放！别怕，墙壁上有高阶法阵，他们的烧火棍打不进来的。这支骑兵的战术素养高得吓人。那位凯迪斯大公到底什么来头？大人，他曾是帝国真正的军神。19年前，他率军打败了兽人帝国，但因为功高震主，被皇帝安上叛国罪。一位传奇统帅就这样被剥夺一切，放逐此地。军神，被帝国抛弃的军神，真是有趣。我的公国正好缺个军事总长。法师大人，快用高阶魔法！里昂的军队打进来了，再不走，我们都要死在这儿！一群毫无用处的废物！你是北方魔人帝国的探子！哼，你们唯一的价值就是成为撒旦大人的祭品！不，你不能这么做！那个叫里昂的异端必须死！他会毁了伟大的魔法秩序！救命！用你们这些高贵的血脉，为伟大的魔神铺平道路吧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废墟中心有红光！大人，庄园内部出现剧烈魔力波动。临死前最后的挣扎吗？那里的红光极不正常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机枪手，给我压制住他，绝不能让他冲破防线！见鬼！子弹竟然被融化了！这根本打不透啊！我们死定了！这是地狱的恶魔！尽情恐惧吧，无知的凡人！重炮组调整射击主旨，给我零距离平射，轰碎他！装填完毕，放！打中了！管你什么恶魔，一样被炸碎！重炮竟然毫无作用！大人，他没有实体，物理攻击杀不死他。真是麻烦的东西！愚蠢的异端，你激怒了萨塔大人，用你们的命来平息怒火吧！体型大，不代表无敌。里昂，退后！
这家伙的魔力源源不断。异端邪祟，不配踏足大炎领土。双星阁下接受主的净化之力。多谢。极寒风暴！以神圣之名，冰封此区，永坠寒狱。这怪物的核心极其坚固。你的魔力透支过度，必须立刻后撤休息。所谓的深渊魔神，也不过如此。不对劲，他的魔力源还在跳动，大家快退！这不可能，净化之力正在被他反噬。快走，这冰层压不住他了。既然科技不顶用，那就用魔法打败魔法。吾将浴火重生，准备承受吾的怒火吧！那就看看谁先死。你竟敢阻挡神明的旨意！这孩子，我保下了。我将赐予你死亡。哟，没被恶魔打死啊？你来的可真是时候。这不是紫罗兰骑士吗？什么风把您老吹出来了？李昂，跟我走一趟。您是凯蒂斯大公？曾经是，现在只是个老兵。你和你曾伟祖父简直一模一样。我的曾伟父，他是帝国初代勇者，更是改变过大陆格局的英雄。他也是我的授业恩师。这是他留下的唯一遗物。这图案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打开看看，他在呼唤你。在这个异世界，竟然真的有汉奸。他也是黄皮肤黑头发。他是大陆上第一个拥有这副面孔的人。你腰间那把仿品可以丢了，这才是属于你的血脉传承。领主大人，捷报！说战果如何？城内叛军已全部肃清，勾结外敌的贵族全部落网。钱呢？这才是关键。查抄财产共计100万硬币，全部投入兵工厂，扩大产能。血战一夜，竟然还能保持这种阵型，哪怕是帝国的王牌骑士团也做不到。李昂，能带我参观你的军营吗？当然可以，大公请。预言竟然是真的？什么预言？黑土染血，赤色火将燃尽整个大陆，旧帝国会覆灭，而你就是那个终结者。全体都有，
准备射击！开火！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魔力波动，这叫物理动能，不需要任何魔法天赋。这种穿透力足以击穿重装步兵的铠甲。兵工厂目前全线开动。这种武器，你到底能造多少？1个月2万只。2万只，1个月的时间，这意味着1个月就能武装2万个平民。即使是帝国的精锐骑士团，也挡不住这种火力。你不仅继承了勇者的血脉，你正在创造一个颠覆整个大陆的奇迹。大公阁下，我不需要廉价的夸赞，我更想知道您这位前帝国元帅真正的来意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去你的指挥部。在你被流放到罪恶町的第1天，你母亲给我写了一封求救密信。他说了什么？他没有求我帮你夺回皇位，他只求我在这片死地保住你的一条命。所以，直到刚才在靶场之前，我都只打算做个保镖，关键时刻带你逃命。逃跑，在我的规矩里，绝没有这个词。但现在，情况彻底变了。这是我截获的绝密情报。兽人帝国的先锋大军已经集结完毕，整整5万精锐铁骑。5万兽人，我们怎么挡得住？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踏平罪恶旅，然后从西、北2个方向夹击帝国的腹地。距离他们压境只剩下最后7天。所以呢，这算什么坏消息吗？罪恶岭与兽人帝国的边境线长达200公里，而你手里只有12000名新军，12000人防守200公里防线，对抗5万铁骑，在常规战术里，这就是必死之局。在我的工业机器面前，数量不过是个笑话。好小子，够狂妄！我们打个赌吧，里昂。如果你能用这12000人击溃这5万兽人先锋，我，凯迪斯，前帝国统帅，将倾尽我所有的资源和这条老命，誓死效忠于你，为你踏平旧帝国的王座。威廉到，领主大人，传我的最高指令，全军立刻取消一切休假，各大兵工厂24小时全速运转，绝对不许停。向全境发布最高战备动员令，7天之后，我要让那群未开化的野兽明白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边境线长达200公里，完全一马平川，5万兽人铁骑一旦冲锋，根本无险可守。我们必须立刻坚壁清野，放弃外围，把所有平民撤回罪恶城。依托高耸的城墙，固守待援，这是唯一的活路。撤回城内，那春耕怎么办？我那些日夜开工的兵工厂怎么办？可是不退，难道要去平原上和兽人硬碰硬？打仗打的是工业和后勤，退让一步，我的工业链就会彻底断裂。沧江，你想把防线设在沧江？没错，就是沧江。既然没有天险，我们就利用这条江做天险。你要主动出击，把战场推到江岸。我要让兽人的铁器全部烂在沧河北岸。我要用交叉火力网给他们上最生动的一课。疯子，你简直是个疯子！但这个疯计划我很喜欢。我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得漂漂亮亮。大人，全境的资源盘点报告出来了，情况很糟，粮食储备最多只能撑1个月了。旧贵族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，现在罪恶岭需要全新的秩序。大爷。
研政体改革与机构重组纲要，原有的废物部门全部取缔。从今天起，建立工业部、农业部和财政部。大人，这可是颠覆整个大陆传统的举动啊！传统就是用来被踩在脚下。军部统管一切武装力量，工业部负责24小时军工生产。你就是第一任首席行政官。莱恩誓死效忠大人。站起来，还有更重要的事，把这份大研全民动员令发遍全境。我要榨干这片土地的每一分战争潜能。凡是能拿枪的人，全都给我绑上这台战争机器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公爵大人给了我们面包和土地，现在异族要来抢走这一切，绝不答应！我的命是大人救的，我去报名参军。给我一把枪，我要去杀兽人！大人，民心可用。他们不是在为我拼命，是在为他们自己的活路拼命。可是我们的粮食，莱恩，连夜扩充一个独立旅的编制。打赢了，兽人的军粮就是我们的；打输了，也就不用吃粮了。属下明白，武器弹药明天一早全部喷发到位。紧急军情，边境哨所急报，仓江以北出现一支不明身份的强大异族武装，他们已经越过缓冲带了。对岸就是那支不明武装，他们看起来非常狼狈。不管他们是谁，这条江是我们唯一的天险，但200公里的防线实在太长了。你的火炮无法覆盖整个江面，炮弹很珍贵，不能盲目浪费。我们要把它们放进来，集中打。但必须确切知道兽人的渡江点。所以你需要对岸的眼睛。走吧，去见见这些不速之客，希望他们还有点利用价值。你就是大贤的主事者。大言公爵，溧阳。兽人帝国正在疯狂清剿边缘族群，没有粮食，大军所过之处鸡犬不留。求你打开关卡，收留我的子民。女王，何必求这些懦弱的人类？我们自己能杀出一条血路。铁牙，闭嘴！看看你身后的族人，他们还能挥动武器吗？大言的粮食是留给战士的，我不收留毫无价值的难民。你说谁是废物？只要给口吃的，我们就能干活。他们确实已经走投无路了。同情心挡不住兽人的铁骑。打扰了，我们这就离开。女王，我们走，死在血缘上也比在这里受辱强。等等，大门可以为你们打开。你愿意收留我们了？这是联合防卫契约。做我的盟友，替我死守江北，拿敌人的鲜血换你们的面包。这是什么？
竟然是整个北域的地形图。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是什么？你们人类的巫术阵法？这可是我花了10年心血画的，现在证明你们的价值。你真的敢和兽人5万大军开战？我不光要开战，我还要全歼他们。大言不惭！你们连利爪都没有，拿什么全歼5万大军？我的规矩不需要魔法，也不需要利爪。我的钢铁和火药会教他们做人。现在告诉我，他们从哪儿渡江？沧江水急，只有这2处浅滩可以渡江。很好，我还需要你们的魔法师，给我死死盯住兽人的祭司部队。只要能活下去，我们什么都干。女王，你竟然真的和人类结下血契！契约已成，跟我回部落吧。你需要当面见见我的族人。正有此意，立刻整合你们的战力。公爵大人，别高兴得太早。部落里有几位顽固的长老，他们视人类为蝼蚁，绝对不会听命。大长老的脾气很暴躁，他要是看到你，会把你撕碎的。哼，我会教教他们什么叫规矩。荒唐！青提，你竟敢和人类结盟，这简直是部落的耻辱！长老，请你认清现实，兽人帝国要对我们赶尽杀绝，它是我们唯一的生路。就凭这个弱不禁风的人类，他身上连一丝魔力都没有。长老，他们有充足的食物，而且他们有一种奇怪的武器。闭嘴，铁牙！你这个丢尽了战士颜面的懦夫，竟然也被人类蛊惑了！无知的人类，竟敢在我的地盘口出狂言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。竟然还能站着！给我低头！就这点能耐，我还以为有多了不起。风速3修正完毕，长官随时可以激发。风速3修正完毕，请求激发。故弄玄虚的爬虫，喝完这碗壮行酒，我就活生生扯下你的脑袋！发生了什么？我的感知竟然毫无发觉，没有哪怕一丝魔法变动，这绝对不是魔法！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说了，时代变了，老家伙，在绝对的物理技能面前，你们的肉体不堪一击。这是什么邪恶巫术？你们人类不可能拥有这种力量！巫术，别用你们那贫乏的认知来衡量我的世界，把你们的眼睛睁大点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常识课。这些士兵的纪律
简直可怕。就算站得再整齐，又有什么用？没有魔力，终究只是一群脆弱的肉靶子。通讯兵，长官，请指示。让机枪连准备，目标正前方石靶群。机枪连准备，目标正前方。开火！这是恶魔的武器，太可怕了，这根本无法阻挡。如此恐怖的射速和破坏力，要是打在引以为傲的骑兵冲锋上，简直是单方面的屠杀。这不叫恶魔，这叫劳动人民的智慧结症。这种武器，我手下有25000人全副武装。25000人！大公饶命，我们部落愿意立刻臣服。别急着下跪，这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餐前甜品。看到那座神圣山丘了吗？接下来，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是真正能抹平一切的天罚。他在等什么？没有任何魔力汇聚的迹象。时间到了。坐标042，全线开火！山塌了。那可是岩石山脉啊，这简直是神明的力量。这不是神明，这是重火力。你们引以为傲的10万骑兵，在这片炮火下，能活过几秒？大公仁慈，我们错了。苍云部落绝不敢与您为敌。起来吧，聪明的选择。大公，兽人帝国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的10万主力很快就会压境。来得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他们。但我需要你们做一件事。兽人军队里有高阶魔法师，你们的任务就是拦截这些法师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。但我也有一个请求。说。绝不能让一个兽人踏入这片领地。当然，他们只会变成焦土里的肥料。走，去作战室看地图。报告大公，城内叛军与腐败贵族已全部肃清，缴获战利品共计100万英币。干得不错，莱因斯特，把钱全部投入兵工厂，全线开工。遵命。现在，告诉我兽人的动向。兽人主力庞大，辎重极多，他们无法穿越魔兽森林，必经之地只有这里苍江。江面宽阔，他们怎么过？苍江上游有一处水流平缓，他们一定会从那里搭建浮桥渡江。浮桥，打阵地战的好地方。但还有一处更危险的地方，这里水流湍急，两侧悬崖。但这里有一座上古遗留的苍江石桥，如果兽人精锐从石桥奇袭，浮桥不防石桥设局，我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大公，这到底是什么神迹？短短几天就平地起高楼？这不是神迹，这叫工业力量。这东西叫钢筋混凝土，不需要任何魔法元素的加持，干涸后比你们的花岗岩还硬。哼，平民也能造出这种城防？当然可以。这种建筑叫机枪碉堡，它们沿江岸呈梯次排列。可是江面这么宽，兽人一旦铺开浮桥冲锋，这点射击孔防得住吗？你听说过交叉火力网吗？那是什么战术？每一座碉堡里都会架设2挺重机枪，射击死角被完全覆盖。只要兽人敢踏上浮桥，
每分钟会有上万发子弹迎候。这里会变成一座巨大的绞肉机。这简直是对生命的屠杀！战争本就是屠杀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自杀。走，去下一处防线。大公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进度怎么样了？起爆孔已经全部凿完，炼金炸药正在装填。装了多少当量？整整2吨高爆炸药，全部深埋在主桥墩内部。真是可惜了这座上古遗迹。为了领地的安全，哪怕是神殿也得炸了。引爆装置确认过了吗？电机笔发装置测试正常，只要连通洗爆器，这座桥瞬间就会灰飞烟灭。做得很好，莱茵哈特，这里是我们最后的底线。如果浮桥阵地真的被突破，绝不能让他们从这里包抄。我明白，哪怕和这座桥一起玉碎，我也绝不放一个兽人过去。留住你的命，你还得看我怎么踏平兽人帝国。大公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兽人提前渡江了？不是前线，是后方。莱恩管家发来的绝密快报，刚刚由信鸽送达。大公，信上写了什么？公民议员名单出来了，几个被剥夺特权的旧贵族竟然伪装身份混了进去。这群寄生虫想干什么？他们勾结了城外的流浪雇佣兵，准备在明日的公民大会上发难。他们要武装冲击议会大楼。前方将士在冰天雪地里拼命，这群蛀虫竟然在背后捅刀子。请允许我带兵回去剿灭他们。不，你留在这里。防线工程到了最后关头，你必须在这里死守渡口。难道您要亲自回去？拔除毒瘤必须连根挖起。他们以为我远在前线无暇顾及，那我就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我要在这迎击兽人之前，用这群旧贵族的血洗刷议会的台阶。魔法纠正学的余孽该彻底清算了。废除奴隶制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还想分我们的土地，大公也不行！肃静！法案必须推行！莱恩，你一条公爵府的狗也敢狂！大公远在前线，今天这里我们说了算！废除奴隶制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还想分我们的土地，大公也不行！肃静！法案必须推行！莱恩，你一条公爵府的狗也敢狂！大公远在前线，今天这里我们说了算！你们想说了算？大公，您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不回来，怎么看你们这出好戏？废奴法案和土地革命，签还是死？选一个。签！大公激怒，我们马上签。大公，外围的雇佣兵已经包围，一群唯利是图的杂碎，一个不留，全部就地处决。请您过目。我在此正式宣布，罪恶领立国，国号大炎。大炎万岁！大公万岁！莱恩，你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我正式任命你为大洋内阁总理。誓死效忠大公，誓死捍卫大洋。这只是清算的第一步。凯蒂斯，立刻集结步兵营，今晚我要奴隶市场血流成河。领袖，您终于赶到了。没时间客套，兽人的主力走到哪儿了？先锋大军离我们不足100里，他们绕开了精灵的防区，所以他们无路可走了。必须强行穿过南方临海。领袖，请看这个位置，南方临海的出口。北风山谷。对，那是帝国北风关的遗址，一处连神明都畏惧的天险。地形具体怎样？全长整整3000米，最窄处不足50米宽，两侧崖壁的坡度超过60度。真是一个天然的绞肉机。但先锋军足有15000名。哼，只要我们的火力足够猛烈，1万人进去也是瓮中之鳖。我们就去北风山谷请客，我要把这群野兽全部埋葬。我这就去集结部队，2个机械化步兵团全部带上，带上最凶猛的火力，我们去给兽人准备棺材。领袖，敌军数量远超预期，
前锋已经开始集结，数量在工业机器面前毫无意义，不过是多费几颗子弹。低贱的人类老鼠只会躲在地洞里发抖，给我踏平他们的防线，把他们的骨头嚼碎！全军冲锋，撕碎他们！领袖，敌人进入射程，随时可以开火。传我命令，全军绝对静默，没有我的枪声，任何人不准开火。违令者，军法处置。领袖，再不开火就来不及了，他们要冲上来了！再放近点，我要让他们有来无回。地狱的列车发车了。全军开火，打！这就是工业的交响语，听啊，多美妙的声音！机枪手交叉扫射，一刻也不要停，把枪管打红为止。不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人类可能有这种力量，撤退！全都给我撤回来！现在想跑，晚了。血肉之躯，终究敌不过钢铁洪流。这根本就不是战争，这是一场根本无法逃脱的单方面屠杀。冲锋！踩着尸体冲过去！不拿下阵地，我们全都得死！血肉之躯也妄图填平火力网，愚蠢至极。重炮团不计成本，火力覆盖，给我封锁他们的退路。大岩阵。成一片，震耳欲聋。到底是什么怪物军队？我要拉着你们一起陪葬！死吧！凭你也配碰大岩的阵地？八阶巅峰，这不可能！这群野蛮人撑得比我预计的还要短，冷兵器时代的余孽终究要被淘汰。